這些小國家的足球強盛進入到世界杯，海地、刚果金共和國也脱穎而出。现在老百姓在渴望的是和平，通过世界杯大家共同的参与。今年32强几乎没有什么弱队，这個時候在世界杯的當下，全球化的認同感是很高的。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1850、60年代左右才逐漸形成。英國当时有建立廣大的殖民地，以及英國在歐洲文化中的影響力，所以也使得足球英國人的運動都各地開始蔓延開。認為最早第一屆正式意義上由國際足總所舉辦的世界杯，應該是在1930年意大利舉辦。第一屆世界杯冠軍就是意大利。當時意大利有一位黃人主政墨索里尼先生，我們都要爭歐洲第一。我們一般印象裡，墨索里尼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是很窩囊的一個領袖。1920到30年代，曾經一度相當長時間，墨索里尼在歐洲是很有声望的。跟其他的西歐國家比起來，意大利政府是最強勢的一個政府。法國第三共和跟德國威瑪共和比較鬆散的、比較凌亂的、不一致的西方式的一體制下的國家相比，意大利就顯得非常的強有力。墨索里尼當時有很多狂言，他就主張這一次冠軍一定要留在意大利。果然，意大利隊後來也在各種因素的加持之下，拿下了這一次的世界杯的冠軍。墨索里尼有很多名言，他說：“其實我們法西斯是比英國更民主。”因為法西斯只要求全國聽我一個人，可是英國的民主是要求大家要聽很多人，所以我比英國人更民主。一頭的言論從墨索里尼開始，然後1934年、1938年2次世界杯就有許多的因素在裡面，歐洲慢慢開始緊張了。到1934年，納粹德國就完全執政，先收回萊茵河右岸，開始併吞奧地利，而且對東歐其他國家，對捷克、對波蘭開始發出領土，歐洲開始緊張了。再加上當時南美各國領土上的爭議，像秘魯、像烏拉圭、像巴拉圭、像阿根廷。像智利都打過仗了，南美各國也因為覺得歐洲太亂，他也不太願意跨洋了非常遠的距離到歐洲去比賽。美國有參加過1930年的世界杯，而且還贏過比賽。到1934年、38年的時候，也基於相同的原因，跟南美各國的原因差不多。他們覺得歐洲太亂，當時美國是孤立主義，1930年代他覺得歐洲太亂、太危險，隨時有可能爆發戰爭，所以這些美洲國家，不論是美國還是中南美各國，都盡量避免到歐洲去比賽。所以34年跟38年有。除了巴西之外，儘管有那些危險，巴西還是派代表隊到歐洲比賽。其他的國家大部分都沒什麼參加。緊接着第二次世界大戰就爆發，1942年戰爭打得如火如荼的時候，當然就不太可能再搞什麼世界杯了。再來就是1946年，46年戰爭剛結束，各國都百廢待興，也不太可能再有什麼樣的世界杯的這樣一個舉辦。要到1950年戰後的世界杯開始變得非常的穩定，也開始成為世界各國矚目的焦點。從1950年開始，1948年奧運恢復舉辦，然後1952年又恢復。1948年我記得是倫敦奧運，1952年是芬蘭的赫爾辛基奧運。其實脈絡差不多啦，差不多是在1950年代之後開始恢復穩定的舉辦。1950年代也就是所謂的戰後，已經進入戰後時期。有一件很重要，冷戰就開始成為東西兩大陣，也等於是除了戰場之外的又一次政治上以及國家力量上的較勁，就開始有幾個強國世界杯的這種球場上嶄露頭角。最早是烏拉圭，這個戰後開始恢復舉辦烏拉圭南美球隊。到60年代最出風頭的就是巴西的比利帶領了巴西隊拿下3次世界大賽冠軍，到目前還是空前。到70年代，整個世界杯的典範也開始發生一些改變，像阿根廷、像西德像荷蘭，號稱無冕之王，他在1974年、1978年2度打進世界杯決賽。當時荷蘭的球王的高魯伊夫先生帶領着荷蘭隊橘色軍團打全能足球打破前鋒、中場、後衛的傳統的限制荷蘭拿過2次亞軍。世界杯基本上就是以歐洲國家跟南美國家為主力。英格蘭也在1966年拿過1次冠軍，足球的祖國。目前英國唯一的1次冠軍1966年。前蘇聯也進入過4強，所以這裡面有政治因素、有地域因素有文化因素。中國足球發展史，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之後，1957年首次報名的參加的是1958年世界杯的外圍賽，但是當年被印尼0-2打敗。新中國成立之後，第一次以中國大陸作為主體因為大家了解到足球它是以政治實體為，就這種國運平衡器的說法，就這種感覺就慢慢在增加了。如果以整個中國主權來看的話，兩岸再加上香港這樣的話，因為在1949年以前，ROC 是從來沒有參加過世界杯的，交通等等問題所以連續3屆30、34、38都沒有參加到。再來就打仗了吧，你也沒得參加嘛。但是在遠東運動會亞洲最高層級拿過9連霸冠軍，當時靠的是香港腳傳奇球王李惠堂，因為國民怎麼太窮了所以1936年雖然沒參加世界杯，但是去參加柏林奧運。當時呢是提前2個多月出發
啊，沿路打友誼賽，靠賣門票籌措生活費跟旅費，27場友誼賽啊，一直不斷在旅途當中，一場就直接遇到英國隊，那簡直是都不要玩了哈。上半場戰平，跟日本隊一樣，下半場就被人家打垮了，最後0-2就輸掉了。这是中國足球史上最接近的一次神話，主要都還是以香港的球員為主，因為畢竟香港受英國殖民，所以足球的風氣輝煌興盛很多了。到今天香港人還是很愛踢足球，但因為香港礙於它的規模體量限制啊，還是沒有辦法。其實前3屆世界盃，英國根本不屑參加。英格蘭足總他們最早舉辦的叫做英國本土四角錦標賽，他們認為他們才是世界的巔峰，他們的水準遠高於世界盃哦。我們的球員是職業球員啊，1930、34、38前3屆世界盃自己玩自己。一開始踢世界盃最早的時候，事實上是南美國家跟歐洲國家進行聯合。第一屆是烏拉圭，烏拉圭是整個中南美地區最白的國家，比例最高，90%幾是白人口，當時是世界頂級足球強权。1924到1928兩屆夏奧都拿到足球金牌。現在的烏拉圭當然非今非昔比了，總共只有13支球隊哦，南北美洲加起來是9支，歐洲只有4支球隊，南美洲7支啊，北美洲2支，歐洲4支是法國、比利時、羅馬尼亞、南斯拉夫，意大利這個強權也沒參加，很有意思的一個現象。那另外，英國在1950年代，英國各隊啊分別各自獨立的身份加入了 FIFA 國際足總所舉辦的這個世界盃，但一個很有趣的現象，他說，這個世界盃很有意思哦，它的參加的主體不是完全以國家做對應，它是以政治實體做對應。有一個國家叫古拉索，或叫庫拉索，對應另外一個叫阿魯巴，其實是跟荷蘭是聯合王國，狀態跟英國有點像，但是差的比較遠。這個是在委內瑞拉的北岸，在加勒比海上的海島，這個是荷屬東印度的殘留，就是荷蘭在加勒比海這個殘留。他們本來是有3個島組成這個荷屬東印度，後來解體了，就變成了庫拉索、古拉索跟阿魯巴，荷蘭本土組成的聯合王國哦，所以他們是共主聯邦啊，共享荷蘭王室。為什麼會有這個狀況？就是跟當年英格蘭加入到世界盃的時候，因為這4個地方本來身在一起，心不在一塊，蘇格蘭就一直覺得自己被欺負啊。當然，其實英格蘭的足球當時是一直領先世界各國，所以歐洲足球分甲乙丙3級嘛，甚至有到低的丁級的，一般是3級啊，但也有到更多的。英國就偏跟人家不一樣，他在甲級上面還有一個超級英超 Super， 偏偏要在 A 級上面加個 Super， 他就覺得他可以人家屌，他就有這種歷史的傳統。這就是為什麼說你看到說英格蘭、蘇格蘭、愛爾蘭、威爾斯都獨立在那邊踢，但是因為隨着世界足球越來越均質化，僅靠你現有的狀況，不見得能夠稱霸這個世界嘛，這是一個很大的一個關鍵。亞洲各國在世界盃當中始終還只是個配角，甚至不如非洲。那届4强，摩洛哥就非洲的，1990年的意大利世界盃，喀麥隆就打入8強。其他像象牙海岸、阿魯叫科特迪瓦這些非洲球隊、西非球隊也都有相當好的表現。北非的話，就突尼西亞、摩洛哥、阿爾及利亞這3個前法國殖民地啊，這3個的主力球員很多都在法甲踢球，也都是會內賽的常客啦。總的來講，還是以南美國家跟歐洲國家的實力最強。這幾年南美國家的表現也稍有衰退，有人認為是因為整個運動科學的發展已經不一樣。歐洲各國是有體系、有內容、戰術的訓練，而南美國家還是比較強調個人的腳法、突破啦、速度啦等等啊。講說南美國家還在踢街頭足球啦，能拼能撞能帶球。歐洲國家跟日本好像也是學的比較進入所謂的體系作戰，借由運動科學不斷的設計新的隊形跟戰術。整體的狀況是中南美被歐洲的聯賽磁吸的很嚴重，歐洲5大聯賽嘛是越疊越高，英超、西甲、意甲最夯，跟歷史關係非常密切。西甲過去吸納大量的中南美球員，所以他的球員向來以高競技水平著稱。那英超本來英國就是足球的祖宗地嘛，意甲因為墨索里尼的努力，所以意大利人很早就愛上足球，而且是一個超全民運動。第1屆世界盃當然是在烏拉圭舉辦。佛得角其實就是過去的葡萄牙屬地，過去在西非，在大西洋沿岸也有許多的島嶼，在戰後得到獨立地位。其實我們知道，佛得角在很長一段時間，在整個人類的版圖上，都光看整個歐洲的殖民歷史上都沒有那麼高的一個可見度。一堆的火山島，距離西非的塞內加爾，西非洲塞內加爾往西大概800公里就到佛得角一島，但事實上很長期沒有住人。雖然據歷史調查，佛得角可能以前是有過人類遺址，但是沒人長期居留，因為佛得角沒有什麼淡水，甚至還有華人的船隊移民過去的都有。佛得角的足球隊的國腳，其中就有一位廣東後裔啊，因為當時華人很多在澳門、在香港，或者是在這個五口通商之後，在清朝末年之後，有很多在歐洲的商船上工作嘛，有很多廣東人，也因此到了世界各地，受到葡萄牙的影響嘛。
足球風氣也比較盛。近年來，我覺得這些小國家的足球強盛跟偶然性有關，就刚好有一批他們的青少年球队很有天分，加上青少年时代就到葡萄牙足球的相關的訓練，或者是這些球队青少年的培訓機構來進行訓練，等於是這一批球員2000年之後出生的這一批球員，剛好就恭逢其盛，終於能夠進入到世界杯的決賽。我記得是他在非洲到附加賽，就是打到最後，終於淘汰了像甘比亞這些其他實力還不錯的球隊，終於能夠進入到世界杯。像这種小國，通常進入世界杯也只是陪榜，在歷史上也有这種小國進入世界杯，像這一次還有加勒比海小國海地啊，也竟然在中北美地區也脫穎而出了。像中非的刚果金共和國，前比利時的殖民地。所以總的來說啦，中國什麼時候可以再打入世界杯的會內賽，恐怕要靠擴編。其實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有沒有適當的帶領是很重要，有這樣的條件跟環境當然也是非常重要。其實日本足球的強大也是因為學習巴西。佛羅角的位置非常特殊，佛羅角剛好在西非的外海800公里之處，這個是一個很近尷尬的位置。以古代人類的航行技術相對不容易，再加海流海象的關係，副熱帶高壓籠罩，所以它比較乾旱。所以佛羅角其實它開發的非常的晚近，能夠開發成功，也因為這樣，所以佛羅角相對統治的狀況就比佛羅亞其他殖民地好得多。佛羅亞是一個非常弱的世界霸主，所以它的殖民呢往往不能夠深化。如果當地已經有民主的話，它本身的文化內涵跟豐富程度不容易同化當地老百姓，最多就是把語言融入葡語，甚至你說做到完全的葡萄牙語都很困難。佛羅角主要講的是葡語混搭非洲語言的克里奧語指的是非法，其實去呈現出非洲新的脈絡。非洲有大量的移民，大量的球員到了歐洲去踢聯賽，最高的競技水平，還有僑匯，他們賺了很多錢，但他們願意帶回家鄉，這跟過去不一樣。過去歐洲聯賽有很多黑人，其實他是移民進來，他就留在了當地的國家，而且並且為殖民母國來效力。但近年來我們看到的是，非洲的球員更願意選擇為他的家鄉，而且我們也可以看第2代、第3代，有一些也拒絕了殖民母國的招安，就是歐洲的優勢透過各種方式，其實逐步在削弱。所以其實這也反映了美國霸權為什麼沒有辦法繼續的再往前進。美國跟墨西哥、加拿大合辦世界杯，如果強大如美國，其實世界杯應該不會是它的主體吧？美國孤懸在北美大陸上，我們就整個世界地緣政治來看，一般都說它東西有大洋，南北無強敵。華人世界裡面可能不太知道，美國跟墨西哥和加拿大都打過仗，都發生過很慘烈的戰爭。到今天，加拿大人還沾沾自喜一件事情，唯一一個放火把白宮燒掉的就是加拿大人。1802年、03年美英戰爭，加拿大當時是效忠美國，那當年大陸會議1776年，這個美國發表獨立宣言之後，有20幾萬的保皇黨移民到加拿大去，在紐約、費城這一帶，北美13州這裡，殖民地人民不願意獨立，超過20萬人移民到加拿大去。所以加拿大其實很長一段時間跟美國意識形態上、跟國家利益上並不一致的。一直到第1次世界大戰之前，加拿大都把美國列為家鄉，就是很擔心有一天被美國是併吞。美國跟墨西哥也好，或跟加拿大也好，彼此之間又有很深的利益糾葛。北美的整合對美國來說，在當時，尤其是克林頓到了那個奧巴馬時代，一直以來都被列為是很重要的事項。當時美國人是認為說，充分的統合這兩個大國，變成一個單一經濟體，甚至在曾經一度，墨西哥跟加拿大配合度上都很高，他們都認為說，利用美國的技術、美國先進的製程，融合進美國的重工業的生產鏈，那對加拿大跟墨西哥来說，其實也都是比較好的。川普他的想法統合對美國沒有什麼好處，真正受利受惠的其實是加拿大跟墨西哥。美國還讓出了很多的就業機會，強迫美國的廠商，尤其是美國的幾個汽車集團，把他們的生產基地重新再轉移回美國國內，而且也獲得了不錯的效果。那現在北美自由貿易區雖然從來沒有正式被廢止過啦，但是我認為在川普發動的貿易戰，開始揚言要對加拿大跟墨西哥徵收50%-60%以上的關稅的時候，自由貿易區其實也就等於形同結束了。這個足球賽由3國辦，其實氣氛也是有點奇怪。墨西哥足球實力一向不錯，在中北美區可以說是足球第1名，主力球員都在歐洲踢球，本國的足球聯賽水準就很高，可以跟歐洲的2級以上的聯賽相比美。那相對於加拿大跟美國，足球其實才是墨西哥的國球，我們可以這樣講。當這3個國家放在一起主辦的時候，我們感覺好像墨西哥就是個小弟，也是很微妙的。中南美國家，包括墨西哥在內，其實過去是很強烈，現在是比較隱藏起來，就都有反美情節。一個世界警察的地位逐漸走向一個北美地區一個區域強國一個收縮的情況，這個大趨勢我相信是不會變的，只是會有快有慢。這也值得台灣注意，應該要做相應調整。國際足球世界有分6大分區，最高一等當然是歐洲足球協會聯盟 UEFA。
CONMEBOL， 再來是南美足球協會，它的全是 CONMEBOL 啊，对西班牙文去拼寫。那這裡雖然只有10個國家，歐足聯有55個國家，但是呢，南美足聯只有10個國家，比大洋洲分區都還要少，但是都有能力去挑戰16強、8強這樣的一個強，尤其巴西跟阿根廷，前幾年智利也很猛啊，智利拿過2次季軍哦，秘魯也有一定的實力啊。非洲足球協會，非洲足球協會的話，還有54個成員，就非洲一個國家一個聯盟，有54個聯盟。非洲大量的人呢，大量的球員在歐洲踢球，因為地理位置的關係。那比如說摩洛哥、塞內加爾、埃及啊、科麥隆、加納，像這幾個都是很強的。其實足球還是很吃體型的運动，歐洲人的優勢是高大，非洲人的優勢是體力、爆發力。那南美因為是混血人種，集各族之精華，還是亞洲足球聯盟，總共有47個成員國。其實最強真的大概就是日韓、伊朗、欧洲。沙勒靠着拿錢哦，搶了很多明星去他們聯賽踢球。這一次的烏茲別克、約旦跟伊拉克能夠打進會內賽，其實也是不容易，尤其是伊拉克跟南美搶那1/2個名額，我記得是打敗秘魯，相當不容易。另外就是以色列，這個我覺得很好奇，以色列為什麼要加入歐足聯？據他們嘴巴上的講法是說，他們覺得歐洲的水平比較高，留在前段班就不想去後段班。那土耳其也是会內赛的常客啊，表示他的實力真的蠻強。不過以色列實力不怎麼樣，其實他就是反映國際地緣政治嘛，就以色列他始終文化認對，就是要講這個。那以色列憑什麼可以打破地理限制？他猶太人滿天下，他是美國的爹啊！現在兒子終於硬起來一次，說，不准在黎巴嫩撒野。FIFA 呈現出了的一個脈絡，大量的非洲國家在48強裡面呈現出很強大的戰力，而且並且殺進了32強，以及整個培訓機構吸納了很多，也願意接受很多非洲青少年球員到歐洲接受有系統的訓練以及培訓，所以就讓更多的非洲球員能夠在這樣的環境之下展露出他們的球技啊。FIFA 它因為相關的都改變規定放得比較寬啊，如果他們加入到歐洲的強隊的話，代表歐洲強隊出賽，那就妥妥的有機會拿下冠軍，名留青史。還有一個原因我們要注意啊，就是你願意就是想要去争取歐洲代表隊的名額的話，你面對的競爭同樣會很大，因為同樣有很多其他人想要競爭這樣的一個名額。另外，这些歐洲國家本國的球員的選手層就非常的厚實，有很多人要爭取這個名額。所以基於這樣，如果你要有很好的一個機會多上場嶄露頭角，未來讓多一點的職業球隊能夠注意到，未來給你有更多更好的報酬，代表自己祖國出賽不失為一個很好的方法，更多的機會上場嘛，更多的機會可以表現。不過這也就引發出一個大的疑問，那世界杯國家跟國家之間的博弈，實際上在性質上也開始有所轉變了嘛。各國的代表隊都等於是聯合國部隊一樣，也讓足球運動得以更加的擴散推廣，成為一個更多的誘因，去讓這些第三世界比較窮困的兒童、窮困的人能夠有一個出頭的這樣一個機會，能夠有一個公平，靠着自己身體靠着自己的天賦，再加上適當的訓練，能夠成為一個傑出的運動員。南美洲球員也是這樣啊，像哥倫比亞是一個黑社會橫行、黑道橫行、治安敗壞，整個國家的狀況非常不好，而且盛產毒水。哥倫比亞的足球很強，因為在街頭上博弈的那些小孩來說，踢足球就是一個出路，就是未來能夠走出去。巴西也是這種情況啊。我們看到就是一個變化，世界的整個 FIFA 它把世界給串聯在一起之外，世界如此的動盪，但是 FIFA 更加熱鬧，世界更加分裂，透過了這個足球更加的連接。所以人家說足球有國運平衡器，這為什麼？因為人員的流動相對是簡易，我要強調這個概念，人員的流動比較不受到地緣政治的切割而直接影響。其實一般的老百姓是很樸素，在渴望的世界相對是和平，透過像世界杯這樣的盛會來呈現這種世界上的這種競技的水平啊，然後透過這樣的盛會，大家可以一起共同的參與。這個時候在世界杯的當下，其實我覺得那一種全球化的認同感是很高的。可是，在地緣政治之下呢，又是如此的對立跟分離啊，這種落差感就是可以透過像世界杯的去呈現出各隊的這個素質更加的均匀。其實像今年32強幾乎沒有什麼弱隊，即便巴拉圭對法國踢了老半天，結果是1-0，這差距就沒有那麼大嘛。你可以看到，理論上來說，過去真的那足球的落差是很大的，但現在來講，這個落差是越來越小。其實包含什麼亞洲球隊，像日本這一次踢進去啊，日本這一次也是攻守比較均衡。但是雖然日本的球員主要在歐洲聯賽都是邊角料，但是它有一個更平衡狀況，就是大家要關注這一點，因為這個就預示着未來也許20年、30年，整個世界的發展它就不會像現在的如此不均衡。現在其實就國際大勢看起來是逐漸要
均衡，但是還是有很多阻卻嘛，比如說歐洲也取消了這針對中國大陸的小包裹的一個免稅額，像諸如此類的。但是透過這些能源的流動，然後它可以带進更多跟世界的連結之外，那也可以看到世界逐步的在擴散，不管工業產製品啊、技術啊。你看足球它是一門技術嘛，它也是一門知識嘛，也是一種科學，它也會帶動大家对於這個世界認知的改變。而這些東西當它帶到本地的時候，是不是它就會帶動當地的一些發展？